还有更奇怪的，他的眼角膜无缘无故的不见了。凶器找到了？没有啊，凶器不是这个。难道真的被调了包？当了这么多年警察了，第一次有人从警方的眼皮底下偷警方的东西啊！死者有没有被剪掉一撮头发？哎，杨子头发有没有被剪过？他头上的头发被剪过，你怎么知道？所谓见鬼使法，第一条，在黑暗中找到一个盛满水的碗，敲。这几天都没有下雨，怎么会有人把烧纸烧到一半又把它浇灭了呢？除非是他一边在烧纸，一边拿着一个盛满水的碗，他在招魂。然后呢？将死人的头发放在枕边。第7条，装上死人的眼角膜。太残忍了。第9条，穿着黑衣服站在一个封闭的空间，打着伞。这个大堂经理提过。第10条，终极见鬼法，死亡。所以我觉得，在这个酒店里，有人要见鬼。喂，救命！什么情况？你在哪里？据报案的人说，现场的门是反锁的，而且半地下结构的厨房窗子非常窄，根本爬不出去。所以说，杨子应该也是自杀的。哎，你自杀之前会给警察打电话喊救命吗？别太早下结论，说不定真是密室杀人呢。煤气管道断口异常的平整，应该是人为剪断的。哎，他在干嘛？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正在判断死者与爆心的位置关系。爆炸的时候，死者是背对爆炸物的。这你都能看出来？来，高老师给你做个科普啊。这爆炸的时候呢，会产生强光，人啊会下意识的紧闭双眼，所以褶皱的皮肤是不会被火烧到的。所以，面对爆炸物的鼻根部、眉间，还有在眼眶周围呢，就会有顺着皮肤纹理的细纹，但是他没有。死者如果是自己点的火，他不可能背对爆心啊，除非有2种可能：一是他死后被炸；2是别人点的火。那如果是别人点的火的话，煤气的爆炸速度那么快，现场怎么没有其他尸体？你们昨天真的没有人跟他说过话吗？杨子都被女鬼缠身了，这谁还敢跟他说话？这也太晦气了吧！是啊，现在他不就被女鬼招过去了吗？那你们当中，谁是昨天最后一个见到杨子的？是我。以我们刑侦学来讲，有一个定理：最后见到死者的，通常都是嫌疑最大的。不关我的事。昨天他在食堂就不对劲了，2只眼睛都没有神了，就像被勾了魂一样。哦，你观察的还挺仔细的啊。我也不愿意，谁让我跟文小婉同一间办公室，他又要去收拾文小婉的遗物，哎呀，真是晦气。
他帮他收拾遗物，是想好好处理死者身后的事情。那干嘛要自杀呢？你最后跟他说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说，他一进来我马上就出去了。他自己收拾到一半，突然跑出去，可能跑去厨房自杀了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收拾到一半，那遗物在哪儿？能确定的是，死者确实是被炸死的。从他胸口的出血量可以判断，他的主动脉弓应该被割断了。这个才是真正杀死杨子的凶器。哎，他不是被炸死的吗？这也算是被炸死的一种。这个碎片被爆炸力抛出去之后，成了一把锋利的刀，割断了死者心脏上最大的一颗动脉。而且你看这个速度，一定是爆炸所致。还有这个出血量，更能证明杨子是被爆炸所伤。不错啊，背得比我还熟。哎，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自杀之前还在嚼口香糖。哎，如果死亡是因为爆炸，那么这场爆炸就一定不是一个意外。首先，他被打晕，然后凶手制造了爆炸。凶手剪断了煤气管道，接下来的口香糖粘在了灯泡上。厨房的门是反锁的，窗户又爬不上去。在这个空间里面，唯一的出口就是传菜口。救命！灯泡烧到了一定温度，再加上它的表面粘着口香糖，灯泡爆炸了。在一个泄满了煤气的空间里面，只要有一点火星，都会引起煤气爆炸。他就是这么死的。口香糖上的 DNA 经过高温灼烧，是不是已经检测不出来了？那肯定检测不出来的。目前我们只能简单的判断凶手的体型偏瘦。以传菜口的斜线对角线为最大参照物来讲，他的臀围应该不超过90公分。那就排查酒店内的所有员工。你为什么会认为是酒店内的员工呢？那你的意思是说，杨子的死跟温小婉和王金来都没有关系，是吗？他们的死因都已经确凿了，你为什么会认为三者的死是有关联的？其实往往越简单的事情越没有那么简单，你越不想发生的事情才最容易发生。小朋友，要不然回去看个电影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最后的结果还是要看我的尸检报告。OK。我刚才调查了监控，这个罪犯要么是足够幸运，要么他就是对监控了如指掌。我觉得后者更靠谱。概率小，不代表不可能发生。可是我还有一个发现，你们想知道吗？看来不是从酒店监控录像里找出来的。我们要感谢1419的偷窥狂，他给了我们不少证据。
一般偷窥狂都会有连锁爱好，所以我切入他的电脑找到了这个。他把监听器安在了窗户旁边，所以天井里的声音全部收进来了。能从敲击的声音里面判别出敲击的材料吗？我不懂声学材料，但是有人懂。死者的后脑曾经被重击过，而凶器呢，应该是个碗。我跟你说，这个距离这碗肯定碎。陶瓷碗肯定不行吧？那如果要是金属碗呢？我在死者伤口附近的血液里边找到了很多金属残留，所以有可能是金属碗。我怎么老觉得这个酒店里有人故意逗我们玩啊？死者的帽状结膜大量出血，证明他之前被人拽着头发拖行了一段路程。如果不是复仇，案发现场应该离厨房不远，拖着头发，太费事了吧？还有更奇怪的，死者的眼角膜无缘无故的不见了。眼角膜不见了？要是有人花这么大功夫跟咱们玩啊，我们倒是应该好好的陪他玩玩。好吃吗？随便吃啊。哎呀，我一直觉得你们酒店的员工呢很奇怪，明明又时尚又年轻，怎么会跟我隔壁那个老太婆一样这么迷信呢？我们老板就挺迷信的呀。对，你有没有听说我们老板当初建这栋酒店的时候挖出来一个墓啊？那挖到冥器了吗？哎，大叔，这您都知道啊？原来他发了死人财啊！哎，这你也知道啊？怪不得这个酒店这么邪，原来他是偷了死人的东西，人家不高兴了，他还敢在这里天天待着，他一定是藏了一些护身符啊。有没有好像一些碗呐、金器啊类似的东西啊？聚财碗，专捞偏财。就这个。啊，这你也知道，我们老板当初就是从古墓里拿出来这样一个碗。不过听说，自从老板带了这个碗在身边之后，我们酒店啊就开始出现自杀、闹鬼的事儿。那他为什么不把这个碗扔掉呢？那当然不行啦！你看我们这酒店生意冷冷清清的，不过老板却偏偏莫名其妙的越来越有钱，这不就是那今晚的作用吗？那个碗经常后半夜从天井里传出声音来，话说10多年前跳楼的那个就是从天井跳的，据说冤魂一直藏在酒店里出不去。哦，哎，接着吃啊！刚刚我用拟声器建了模，这个敲击声与筷子敲铜制碗边的声音有84%的相似度，同时碗里会有水，所以声波会更加复杂。是不是这个？可是呀，我们该交交心了吧？我要判几年啊？那就看你配不配合了。你被抓来的时候呢，我们搜过你的包，但是我的同事没有想到，你包里这个碗有什么特别的含义。你能不能告诉我，酒店里面还有谁有这样的碗？别人要是有，我还费那么大劲干嘛？我和王金来那个老变态是有过几次交易，他随身带着这个金碗。有一次他高兴了就告诉我，这碗是几百年的古董。其实这个是仿古镀金的铜碗。不可能，我是亲手从他随身携带的包里掏出来的，不可能会错的。除非，是不是你们办公室里有人掉包？奇怪啊，是挺奇怪的啊。回字形的楼，
风水中说，人在井中就难以出人头地。你对这个还有研究啊？这上面写。哎，你快看，这酒店上上下下的员工都这么迷信，不可能不知道这大凶大煞的风水布局啊。你傻笑什么呢？哎呀，这本书啊，应该叫《笑话大全》。哎，我给你看一条啊，特别有意思。猫头鹰飞过屋顶，屋内必有大凶。怪不得霍格沃兹死了这么多人。你这书哪来的？温小婉的遗物啊。哎，奇怪的是，这本书没有出版字号，也就说明这本书是私自印刷出来的小册子，可能是某个人送给他的。这个字，啊，这个字我鉴定过，跟温小满手上的字一模一样。那就是说是有人在他的手上写了这几个字。这个我不知道啊。哎，我有一个办法，我们就用这个见鬼使法，把温小婉的魂儿勾出来，问问他，啊？还有更奇怪的，他的眼角膜无缘无故的不见了。凶器找到了？没有啊，凶器不是这个。难道真的被调了包？当了这么多年警察了，第一次有人从警方的眼皮底下偷警方的东西啊！死者有没有被剪掉一撮头发？哎，杨子的头发有没有被剪过？他头上的头发被剪过，你怎么知道？所谓见鬼使法，第一条，在黑暗中找到一个盛满水的碗，敲。这几天都没有下雨，怎么会有人把烧纸烧到一半也把它浇灭了呢？除非是他一边在烧纸，一边拿着一个盛满水的碗，他在招魂。然后呢？将死人的头发放在枕边。第7条，装上死人的眼角膜。太残忍了。第9条，穿着黑衣服站在一个风水空间，打着伞。这个大堂经理提过。第10条，终极见鬼法，死亡。所以我觉得，在这个酒店里，有人要见鬼。不是粉蒂啊。2005年，八仙酒店自杀是因为破产。破产？不
破产，8000决定又出事了，赶紧走。啊！尸体是在收监听设备的时候发现的。是我报的案。死亡时间基本可以确定了，比杨子晚，应该在凌晨6点钟左右。致命伤就是他额头撞击伤，凶手应该是抓着他的头，狠狠地撞在了这个桌的桌角上面。凶手是撞了很多次才把他撞死的。现场的指纹呢？除了死者的，没有发现其他人的。凶手应该是戴着手套的。他脖子上这个痕迹，应该是被凶手威胁的时候留下来的。一个非常理智的凶手，为什么不一刀捅死他，叫这么大费周章？这种杀人方法是有它特殊意义的。我记得1974年，在美国加州的旅店里，曾经有一名妇女吞吃丝巾而死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她妇女和情人约会的时候，脖子上系了一条颜色非常奇怪的丝巾，她就会认为，情人之所以拒绝她，就是因为这条丝巾。悔恨加羞辱感，导致她吞掉丝巾，卡住喉咙，窒息而死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个木桌子有特殊的意义？嗯。其实我早就觉得这个旅店奇怪了。徐淼，48岁，离异多年，在1419房住了半年。来 ，Coffee time！ 谢谢。那，你的咖啡。怎么了？今天状态好像不大好啊。这4个死者没有任何的关联，从现场的情况来看，不是专业犯罪。现在没有明确的线索。但至少我们可以肯定，凶手是一个非常迷信的人，因为他有招鬼的行为，而且他能够杀死2个正常的男人，一定不是女的，虽然块头有点小。但是现在我们什么都确定不了啊，没有证据就不可以并案处理。先从死者的人物关系入手看看吧。1419的房门没有被外力破坏的迹象，而死者呢又习惯常年挂着安全栓，就算服务员有房卡也打不开他的门。能让他开门的，一定是他最要好的朋友。我去查一下他的通话记录。哎，等等，还有这个，这是我在他枕头底下发现的。徐淼的通讯记录我找不到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手机在几个月前就欠费停机了，而且我发现他好像没有与外界联系的必要。那他怎么生活啊？这个我问过前台了，他有需要的时候，他都用的是房间的电话，而且基本上打给的是外卖餐厅。也就是说，在他的生活中没有一个朋友。也不一定吧。徐淼的房间在酒店的监控死角，而且正对着逃生楼梯，所以说凶手应该是从逃生楼梯上来的，而且深知到酒店的监控布局。我要给你看的不是凶手，而是这个。你的意思也就是说，他临死前一天晚上去哪儿了，是吗？不，重点是他每天晚上都一样。这个人有奇特的夜生活习惯。最怪异的是，每层楼层监控都没有拍到过他出电梯，他就像是10点被电梯吞了，早上5点又被吐出来一样。哎，这个电梯怎么坏得这么频繁？
你知道开设赌场要判几年吗？真的不关我的事。酒店闹鬼的传说是老板，是王英来让我们散布的。怎么可能？他是老板，干嘛要砸自己的场啊？酒店刚开业，就有人因为赌得倾家荡产，在酒店跳楼自杀了。老板为了掩盖赌场的秘密，就捏造出古墓的传说，说那个人是被鬼报复的。你戏演的不错嘛，干嘛不去当演员啊？这些都是王金来教我的。他为了让人相信，还到处显摆他的假古董金碗。那个金碗本来就是假的。是的，我从旧货市场花100块把它买的。看来他算是死在自己散布的谣言上了。我觉得这群赌客是临时散场的，因为那天温小婉死了，所以他们听到警察来了之后就跑了。但是徐淼却是在18号凌晨死的。徐淼那边一个赌友告诉他了一个新的赌场，他去赌完之后回来立刻被杀了。我觉得凶手一定是他一个特别熟的赌友。会不会是这个酒店根本就没有闹鬼？那些员工所说的欢歌笑语声，会不会是从这个管道传上去的？还有一个事情特别奇怪，哎，3天没有打扫，会脏到这个程度吗？哎，科长，辛苦了，就1辆。谢谢啊，我不吃这个。啊？这上面很多防腐剂的，影响智力。哎，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俩了？是啊。那我换个地方。哎，不用，我看你最近状态不好，遇到什么问题了？你可是智商160的天才少年啊！哎呀，全是问题啊！首先，这些死者的之间毫无关系，而且我也不知道招鬼的人跟酒店有什么关系。况且他们这死因都很奇怪，温小婉是项链勒掉了脑袋，杨子呢是被炸死的，王金来呢是在床上被淹死的，而徐淼木头抽死磕死。谢谢你啊。什么状况？这孩子又犯病了。哎，除了你们大堂经理，还有谁能看到这些人的资料？保安也可以，怎么看到的？因为大堂里有2台可以上网的电脑，但是上网前必须找保安登记身份证资料。酒店员工里边除了你，还有谁知道有个地下赌场？除了我和值班的保安，就再也没有别人了。这里没人，但是2个保安的手机都已经关机了。但是他们开机的最后显示位置，确实是这个值班室。
他就是那个招魂的人，而且招的是他母亲的魂。找到杀死杨子的凶器了。字迹完全一样，温小婉手臂上的字就是他亲手写的，你看。你在找什么呀？就是这个，上面写的很清楚。五鬼运财的大法就是将5个金木水火土不同命运的人，用5行的方法杀死，取其魂魄，炼成小鬼。温小婉命中带金，而酒店老板是水命，杨子为什么会被炸死？因为他命中带火。徐淼5行属木，于是把他推到木桌子上磕死，是吗？他们觉得五鬼集齐了4个，最后1个很快就会回来，所以不会收手。乙巳年11月15日子时，两水4火2金。乙巳年11月15日子时，两水4火2金。1个金，1个水，2个火，4个土。土旺！糟了，他们有危险！哎，你说我在这真能看见我妈吗？就算这里3天没有人收拾房间，也不可能会积这么多。除非是同一个楼层有人在施工啊。而且这里不止1个出口，否则他们每次出门的时候都会经过酒店的监控。楼长，唱，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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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唱！住手！还唱，别动！
跟他说过一些事情，他不听啊。我承认，那天晚上刚开始的时候，我运气特别的好。慢。不可能吧！我靠！你说我了！快跑啊！警察来了！胖保安告诉你五鬼运财，最后你却把他给杀了。是，我是把他杀了，但是我绝对不会亏待他。我给他找了全中国最好的风水宝藏穴，我要让他的子子孙孙福泽无穷。你真是走火入魔了，到现在还没有醒过来。反正有钱才是王道。我曾经找过一个高人给我算过，他说我这辈子命特别好，晚年能享福。可是你的晚年很可能都在监狱里面烂掉，更有可能你根本就没有晚年。哎，华总，辛苦了，你的明信片到了，谢谢。见到我妈，一定要帮我把话带给她，就说我在老地方等她，一定啊。这鬼天气，打你妹的劲儿！
现场布置的很有仪式感，说是凶手在惩罚死者。哼。死者身份应该是个混混吧。15世纪罗马尼亚主持翻译就用这张，川刺王弗拉德3世发明的，主要是惩罚叛徒。后来弗拉德也成了吸血鬼。没那么复杂吧？我会向你证明我是对的。我确定那个尸体会动，因为他后来就跑到那个半山腰上去了。你真的看到尸体会走？那倒没有，可是，一眨眼的功夫他就不见了，而且啊，还把一个小伙子给吓傻了。那个小伙子还是我把他送到医院去的呢。那个黑影的样子，你看清楚了吗？哎呀，那他是满脸都是血啊！雨夜里视线模糊是应该的，看到的未必是真实的。哦，杨教授，人在黑暗的雨夜中，周围没有参照物，人对于方向的认知是有误差的，这个是人体神经决定的。终于说对一次了，谢谢啊。我最近在读您那本《犯罪现场分析》的书。你抛尸的动作错了。我证明过了，从这个位置是不可能把尸体抛到那儿的，是吗？不信你试试。白教授，死者死亡时间大概是昨天晚上10点钟左右。死者最后一餐呢吃的是羊肉，也喝了不少酒。死亡原因是被凶手拿快刀一刀割喉，死前有短暂的挣扎。那这些伤口是？那些应该是从山上摔下来造成的。这个包长和华龙已经确认过了。哦，对了，袁教授，他身上还有一些绷带的痕迹，我想应该是凶手为了固定尸体。看来凶手的力气也不是很大，不然的话也不会利用绷带来借力了。哎，胶带上的碎屑查了吗？查了，初步认定应该是毛巾或者是浴巾上面的毛绒纤维，具体还需要化验。这个案子会不会是劫财杀人？因为他的手机和钱包都不见了。劫财杀人啊？拿了钱就跑吗？干嘛要好抛尸？抛尸的过程很容易暴露身份。不用写了，我那本书第15章，凶手抛尸行为录。哦。录像显示，当晚12点左右下着雨，这个人从山路上匆匆地离开了。虽然不能看清楚他的长相，但是大概可以确定他的身高在1.75米左右，体型偏瘦，体重应该在60公斤左右。这条路我去勘察过，发现了一些可疑脚印。死者身份确认了，他名字叫颠基，是个混混，有2次打架案底。3锤？他是跟颠基在一起的，2次打架都有他，还有一个叫简明的，他怎么了？那个在案发现场被吓傻的小伙子就是他。我是警察，和我们说说，你昨晚都看到什么了？昨晚真的很巧，你大哥颠基，他……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找到杀死你大哥的凶手的。下垂，下垂。
医生，医生，医生！病人现在应该多休息，他应该受到很大的惊吓。不好意思，医生，但是他看到的的确对警方破案有着很重要的作用。他现在只跟他母亲说话吗？是的。警方需要你的帮助，因为三锤是唯一的目击证人。我的儿子已经这么可怜了，你们还想怎么样？你们再强迫他也没有用啊！要是把他逼急了，他……您不用担心，我们查了一下，在三锤服刑期间，您是探望他最多的人。我们知道你很关心他，那他和颠姬的关系，您了解吗？有人吗？屋里没动静。继续。给老子弄出心魔眼了！活该，谁让你们这跳窗户？身体是我自己的，我想跑就跑，想跳就跳。足够了吗？天机已经死了，知道吗？老大哥，搞错了吧？我大哥怎么就死了呢？是不是昨天在公园？昨天晚上你也在这儿。天机和我三锤一起吃的饭，吃完了，天机先走一步，我和三锤晚上就去了公园，没找到天机，然后我们就散了。你们大半夜去公园干嘛呀？哈龙他们。一定是这个混蛋杀了我大哥！王八蛋！阿龙是谁？谁是阿龙？你谁呀？昨天晚上你在哪儿？怎么昨天晚上你们都在场是吗？有什么事儿冲我来，警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说话放客气点。好了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跟你们走，走吧。我一步步走到今天，从来没有人敢反对我。不知道哪里出来几个傻叉，敢抢我生意。我早就想弄死他们了。别搞得跟黑社会似的，家里还不是开澡堂子的。这地界，地界是你爷爷的，家里房子多，房契还不是你的名字。早晚的事儿。俗话说得好，
将门无犬子。说说你是怎么杀奸姬的吧？我以前来局子里的时候都有盒饭的。怎么，现在穷得揭不开锅了？土豪还贪这些吗？我当大哥最讲究3点：兄弟、义气。好了，喜欢聊天是吧？我就从现在让你聊到天亮，明天我再来问你。水管够。行，你要我说什么我就说。昨天晚上在公园，是我把丁记的头摁在水里的。具体点。我就这么摁着他，就这么掐着他，不一会儿，他就没气儿了。那你把尸体架在树上，是为什么？让大家知道，这儿是谁的地盘儿。哎，你说这个人脑袋是不是被门夹了？是会满嘴跑火车，颠击的致命伤是一刀割喉啊。这个阿龙是有案底的，他好几次因为打人被拘留，但每一次都因为不是重伤，就拿钱消灾了。录像资料和脚印的鉴定结果出来了。录像跟脚印都能证明是你，那我们就按照程序走。先按手印，然后再把你的供词全都打印出来。什么录像？什么脚印啊？来份盒饭吧。我不饿。好好享受一下，没几顿了。我爷爷呢？你们通知我爷爷了吗？你真以为你爷爷能够救得了你吗？你好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我要投诉！你们凭什么无缘无故抓我的税务账？这老头就是阿龙的爷爷。昨天阿龙一直戴在我的寿宴上，我还是教训了他一顿。很多人都可以作证，是吧？对。啊！我活了大半辈子，什么没经受过？这样乱扎人，哼！是我把丁记的头摁在水里的，我就这么摁着他，就这么掐着他，不一会儿他就没气儿了。您孙子如果是凶手，他一定会受到法律的制裁。但是就现在的情况看，他误导警察，将案情推向一个错误的方向。您知道这是什么罪吗？刑事诉讼法第305条规定的伪证罪，故意虚假证明自己是杀人凶手的，情节严重者，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他说昨晚是他70大寿。你10点多就溜了，走了。嗯。警察，其实天机不是我杀的，我跟天机是有那么点过节，不过杀人跟这个事情，我是随口说说的。怪不得你爷爷还叮嘱我们，说你从小就喜欢胡说八道。叫我们千万不要轻信你的话。手底下的人都对我不服气，说我没有当大哥的样子，全靠爷爷撑腰。所以我又在朋友圈里发了江湖追杀令。我怎么会想到颠姬昨天晚上就死了呢？我假装承认颠姬是我杀的，只不过我想提高我的知名度罢了。不，你现在的话没用了。我更相信，昨天在公园你杀人的版本。姐儿，你看，这是我昨天晚上拍的照片和视频。我去公园拍照，就是为了证明颠姬他怂了。
就凭着悬赏令，也是不靠谱。要是每个凶手在杀人之前都在朋友圈广播一遍，我们就轻松了。会不会有人真的相信这20万的事儿？哪有这么愚蠢？要是犯案的凶手真有这么愚蠢的话，他哪儿懂得转移尸体啊？这个照片像素太低了，根本看不清楚脸。问题是，电击昨天晚上去了哪儿？那个时候是8点半，他没有告诉任何人。电击从来都不怕打架的，而且是面对这么多的阿龙。我倒是觉得他不带小弟出去啊，一定是去一个最安全的地方，或者是一个可以暴露隐私的地方。查一下他身边的人。这案子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杨教授让我们过来协助调查。哟，怎么着？现在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了。孝敬前辈吧。我喝这个东西啊，分场合。分场合啊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看一看呗。死者的死因是什么呀？现在还不太清楚。我们知道他头部被石头之类的硬物砸过，他的胸部呢也有刀痕，具体情况还要等解剖。味道不错呀。味道不错啊。凶手是用石头重击了死者，将他击晕，然后用刀贯穿了死者的心脏，杀死了他。从他身上的蛆虫可以判断，死亡时间大概是7天左右。啊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按摩房存衣服用的钥匙牌。哦，开发商都喜欢去这种地方。哎，我听说他是一房地产开发商啊。他还是一个职业赌徒，是个老千。这个衣服比赌博专门用的换牌衣还要高级一点，袖口有缝隙。如果当天他不是去赌场的话，其实没有必要穿这个。啊，对了，这个叫金葵的衣服上还送小礼品。他呢是被人杀死之后一脚踢进了这个下水道里面，所以他衣服上有一个华丽丽的脚印儿。雨鞋，这个你有拆开看吗？这不是戒指吗？拆它干嘛？没那么简单。这个里边有一个发报机，我曾经用过。哦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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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这个电击的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，那个毛绒纤维啊，确定是毛巾上的。谢谢老太太，谢谢孩子们。我把您送回病房吧。好了，谢谢。给。我也喜欢红色，喜欢就送你了。
好点了。嗯。那天晚上你还看到其他人了吗？我都说了，我知道的都说了。我总觉得三锤知道点什么，但是他就是不说。那好办，我们兵分两路，我和包斩继续跟踪公园的事情，你跟华龙负责那个赌鬼金奎的案件。廖教授，电击的案子没有什么眉目，我想我会很快的摸清赌场的运营模式。这个很有挑战，很难，我知道，可是我很擅长，所以我想去调查赌徒被杀的案子。好，讲得不错，我尊重你的意见，但是任务还是照旧。我还有更艰巨的任务交给你啊！不管多大的挑战，我都愿意去完成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知道了。警察也来一碗呗，反正我们做的挺多的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怎么啊？你还怕我们往汤里放毒呢？对啊，这不正好在医院吗？抢救也方便。你们好了多久了？有半年多了。三锤真的好福气啊，找了个这么好看的女朋友。是我有福气。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？我们很快就会结婚的。是真的。我会让你过上好日子。抱歉，让你见笑了。刚才他突然之间向我求婚，还是没有控制住。说抱歉的应该是我。我已经调查过金奎的银行账户了，也找到了他作为赌徒的身份证明。但是他经常去的这家赌场，只有注册登记过的人才能进去。可是地下赌场的通行证不太好弄啊。李月亮帮忙做的，绝对以假乱真。这小子还挺厉害，会打牌吗？只会打人。说正题吧，我们还有一个难题，赌场的位置我们没有办法确定。
老板，听答案是按摩。有不用针的针灸吗？这谁他妈把我小学时候照片弄上面来了？你好，您身边的这位是？看不出来。这我们家宝贝儿啊。手可以放下了吧？以后请注意用词，谁是你宝贝儿了？我是不说你是我宝贝儿，你能进来吗？来。黄哥，您来了。怎么样？还行，活灵符还可以。来，有一套嘛。还行。看来这儿还有个 VIP 厅啊。有一套。黄哥，你是？7万更一手，2万更加1万。跟。怎么？15万。我没弄。扣。怎么样？30万。我吹呀。all in。黄哥，是不是桌上所有的东西都推了？我桌上所有的东西都压了。行，见今天黄哥玩的开心啊，我跟。开牌。3条 P。
三角 I 型。哎，王哥，那2只雪茄别忘了给我留下。看，这小子把黄总都得罪了。我看了好几遍，他的手一直放在台桌上，好像没出老千。猪脑子是吗？谁说只有手才能出老千？狗日的，现在高科技多的是。我是说，脸看清楚了没有？老板，看清楚了，看清楚了，看清楚了就好。他是不想走都出去了。嗨，你好。你好，请问洗手间在哪里啊？洗手间在这边。我们想玩一局。好啊，可我只喜欢赌命。浩龙，浩龙。